在家煮毛豆，有很多朋友都是直接用水煮，难怪不入味儿，还很容易发黄。今天来给大家分享餐馆老师傅的详细做法，煮出来的毛豆好吃入味儿还不发黄。花5块钱买了2斤豆子回来，不知道你们那里现在的毛豆多少钱一斤呢？坏掉的毛豆调剪出来后，往里面加入适量的盐，再加入适量的清水进来。很多人毛豆买回家之后直接就开始煮了，其实毛豆非常的脏，而且呢表面还有一层毛绒，所以洗毛豆的时候要加一点盐，增加摩擦力，并且食盐还具有消毒杀菌的作用。同时呢，如果毛豆里面有虫子的话，将它在食盐水里面浸泡洗一洗，还可以把里面的虫子洗出来哦。然后我们用双手这样搓一搓，把毛豆表面的脏东西搓洗下来。因为今天准备的毛豆比较多，搓洗起来比较麻烦，所以一定要多搓洗一会儿。整个过程我大概搓洗了5分钟的时间。接着将毛豆控水捞出，换水多漂洗几次。来看一看洗了毛豆的这个水真的非常的脏，里面有许多的黑点点，还有一些虫卵虫子。想要毛豆吃起来干净放心，那么洗这个过程就一定要下一点心思，仔仔细细的将它清洗干净了。这样洗出来的毛豆，全家人吃起来才更加的安心。洗干净的毛豆控水捞出，放入碗中备用。接着准备一口大一点的锅，因为毛豆比较多，所以锅一定要准备大一点的，加入足量的清水。然后加入几颗干辣椒，1大块桂皮，2大颗八角，1小撮花椒粒，1把小茴香，几片香叶，1块白芷，2大把食盐。盐我们一定要多加一点，因为毛豆它特别的吸盐，盐不够的话吃起来是没有任何味道的。接着开火将锅里面煮开，刚开始煮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勺子轻轻的搅动搅动，让食盐充分的溶解在水中。水煮开了之后，可以看到锅里面的水变成了这种的浅黄色。煮开后，我们再继续煮上10分钟的时间，把所有调料的香气、味道全部煮入到汁水里面。现在我们可以用勺子再搅动2下，有利于香料的味道更好的被释放出来。熬成这个样子，现在我们关火，将它倒进一个大盆子里面，放在一旁备用。这个料汁放得越久越浓郁，毛豆在里面放的时间越长，越入味儿，越香。这个时候再准备一口锅，往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水要一次性加足，因为今天的毛豆比较多，水少了的话，我们是很难将它煮熟的。眯着眼睛把水烧开，把水烧到这种似开未开的样子，锅底出现了许许多多密集的小泡泡。现在往里面加入多一点的食用油，再加入一点点食盐进来，接着把洗好的毛豆倒进来。倒的时候动作要轻要慢，不然的话一下子倒进去，很容易把里面的开水溅出来，烫伤自己。然后用勺子搅拌搅拌，这样可以让毛豆更好的受热均匀。很多朋友都不懂为什么煮毛豆的时候要加一点食用盐还有我们的食用油呢？这是因为我们直接下水煮毛豆的话，毛豆特别容易发黄。加了食用油和食盐之后，咱们在煮毛豆的过程中，就可以让毛豆保持翠绿不变色，而且营养也不流失。可以看到锅里面的水还没有再一次开起来，而里面的毛豆的颜色比没有煮之前更加的翠绿了，这就是食用油起到的作用。把里面不好的这颗毛豆挑出来扔掉。很多人在家煮出来的毛豆，要么太绵，要么没熟，要么颜色发黄。其实想要毛豆吃起来好吃，口味恰到好处，和煮多长时间是息息相关的。并且在煮的过程中，我们不能盖上盖子煮哦，而且煮的时间不宜过长。煮的时间太长，毛豆吃起来就软塌塌的，颜色也会发黄。
所以说呢，煮的时间也是有一个讲究的，一般情况下煮6-7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了。像我买的毛豆比较多，那么煮的时长就要长一点，整个过程我煮了8分钟的时间。当然你想吃软绵一点的，煮到15分钟的时间就已经完全熟透了。控水将毛豆捞出来，立马放进凉水里面。煮好的毛豆过一下凉水，不仅颜色更好看，而且吃起来也更加脆爽可口。让毛豆在冰水中完全冷却。亲爱的朋友们，视频都已经看到这里了，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的话，那么请用您发财的手给我点个赞吧。您的每一次点赞和支持都是我最大的前进动力，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毛豆完全冷却之后，我们再把它放进刚才我们煮好的料汁里。咱们饭店里面还有路边摊的毛豆就是这样做出来的，难怪颜色那么翠绿，吃多少有多少，人家是煮好之后提前泡好的。我们将毛豆放在我们做好的这个汁水里面泡上3个小时，泡的时间越长越入味儿。这样做出来的水煮毛豆不仅颜色好看，口感也特别的好，非常的入味儿，看起来就食欲满满，吃多少取多少，十分的方便。每一次我都会做上许许多多，把它囤在冰箱里面，吃不完的我们直接连同汁水放进冰箱里面，用保鲜膜盖起来保存，可以吃上几天的时间都不会坏哦。而且我个人感觉冰镇过后吃起来口感更好。下班之后不想做饭，来上一盘配上几罐啤酒，真的是太惬意了。喜欢的朋友赶紧收藏起来试一试吧。那好了，我们今天分享就先到这里了，感谢您收看，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拜拜。